好，欢迎回来，来看到国际间这个画面了啊！原因是因为呢 ，F-15传出坠毁，而且呢，这个场景是在波兰，他们本来其实是要办一个航空展，所以在彩排，结果突然之间呢，这个 F-16战机在波兰中部为航空展彩排的时候坠毁，目前驾驶呢，他的这位飞行员是已经死亡了，但是呢，也因为这一起的意外事件，现在传出有可能所有的表演是会全面取消的。但其实呢，目前波兰还有另一件事情，很多人在讨论着，因为它的位置其实就在乌克兰的旁边嘛，那等于就是这个所有的战争第一排。那目前传出说，如果呢他们自己内部有一些争议，比如说还要不要继续再帮助乌克兰这么多啊，或者是呢给他们的相关的经费等等的话，那有可能会牵动到乌克兰的战时通讯，也就是这个星链服务，说恐怕呢会有可能中断。其实目前俄乌战场并没有完全停滞下来哦，虽然我们先前听到了就是美俄有对话，然后美乌跟这些欧洲人有对话，但是呢，俄罗斯打得正顺的时候，现在是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白宫方面他们讲了，说川普呢其实不意外，但当然不开心，因为呢，这一次俄罗斯炸基辅是双普会之后最大的一起空袭。他们在28号的时候是彻夜空袭乌克兰，将近60架的无人机，30多枚的飞弹，而且呢是直指基辅。目前知道是造成18人死亡，48个人受伤。英国有意见的，因为炸到了英国的文化协会，他们建筑物受损，所以马上也召集了这个俄罗斯的大使来进行抗议。而且呢，欧盟、英法德纷纷谴责，说怎么可以突然之间呢又这么大程度的一个袭击跟空袭？不是说好了我们要好好来谈吗？但是你知道，战争前线就是这样，如果要谈的话，那就是战场的实力会等于你之后在谈判桌上的实力，而在这个桌子上头到底做了谁？来看看9月3号这一场。9月3号呢，在对岸他们要办一个93阅兵。那这一次呢，说新华社这边出了一个预告片，那主题是什么？主题是大好河山寸土不让。好，毕竟呢，这个是二次抗战的这个80周年的纪念嘛。外媒发现了说，川普想见的人今天都来了啊，93都会出现在北京。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习近平之外，还有普京跟金正恩，通通都会出席。那大家一起在北京聚首分析，当然就会讲啦，又是一个轴心团结对抗西方。说呢，其实这场阅兵要展示的是习近平对重塑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国家的影响力，而且呢 ，BBC 甚至直接讲了，说这样子习近平就是一大胜利，他手上会握有筹码，不只是地缘政治的筹码，还有在国际间话语权的一个筹码。但是呢，美国你觉得他就会就此来接受吗？来看看日本。好，日本的媒体呢讲了，说日本跟美国9月要在延国基地进行提风的部署训练。提风飞弹呢，现在其实不只是部署在日本而已，但不管部署在哪里，对于中方来说都是一个蛮大的在意，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你针对的是谁？甚或也看到了英国的航舰说，二战之后第一次泊靠东京港。那当然，剑指的是不是又是对岸？回过头，我们就想要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这个是 F-16呢，在为航空展彩排，但突然之间发生意外。不，这个就是一件意外了，这也没什么了。不过我觉得波兰对新链会有不同的态度。显然是考虑到川普的态度了。因为川普对乌克兰始终对那个安全保证还要挑三拣四，他也很有意见了。你使得最终局的谈判没有办法进行嘛？因为白俄罗斯都讲了，说希望中国也加入，是这对乌克兰有什么不好呢？你就送到联合国安理会来讨论就好了嘛。那另外我觉得这样啊，这次93阅兵啊，其实中国大陆展现的不只是军事啦。军事当然很明显就是针对美国嘛，就是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区域拒止的能量全面建立了。包括水下的空中的，还有各种这个超高音速导弹，它这次都会展列嘛。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也值得注意啦，就是外交的能量。
啊。其实你可以注意到哈，因为你要对比的是2015年谁来出席啊？是，比如说这次印尼的总统亲自参加，对，马来西亚也是总理亲自参加，是，连新加坡都是副总理亲自参加，这个就展现出中国大陆对东南亚的影响力。这个2015绝对没有哦。那其实那个欧洲大部分的国家没有来啊，也不是因为中国啦，而是因为普京啦。因为普京就站在阅兵台上，你欧洲跟他站在一起，不方便，他们会觉得很不方便啦。就是你美国是大国啊，大国有免疫力啊，那欧洲国家做不到啦。所以我并不认为说是欧洲国家就真的在抵制中国，因为2015他们也是有，比如说当地的大使啦，也是有零零星星的参加啦，这个倒没有那么敏感，而是因为 BBC 讲对了啦，就普京在上面，金正恩也在上面，那这个战略的意涵就比较重了啊。那当然最忧虑的当然就是日本嘛，就是这3个国家都跟日本不对头嘛，所以可是我觉得要从军事对美国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影响，还有中国在东南亚的外交势力的扩张，用这样来看会比较完整了。是，请教一下税将军。这个问题啊，我们看好几样东西配合的。这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跟金正恩3个人呢往那边一站啊，对，那就是跟西方对抗的味道就很重了。3个都是有核武国家，而且军力都很强大。那美国现在在做什么事？美国就发现，自从关岛对于第一岛链的支撑力量不够，因为你关岛距离中国大陆西南沿海太远，对，所以他积极在经营2件事情，一个是把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把它慢慢军事化，对，第二个让日本的抗中情绪更高升，刚好这个时候又有南京照相馆的这一系列的电影出来，那中国大陆的仇日情绪也很高，那么日本的仇中的情绪也很高。日本以前对台湾的问题只是政客放话了，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但是真正日本的政治精英并不愿意卷入。那现在呢，美国在那里烧火嘛，所以美国这2次的军演都大量动用到日本的军舰来参加，澳洲只是小配角啦。那在吕宋岛就玩的把戏就是要建立弹药库嘛，每次演习完了，提风飞弹就不带走嘛，就这边就好，因为什么吕宋岛？因为吕宋岛离台湾很近嘛，就隔一个巴士海峡。我看美国的想法就是慢慢利用他以前就在做，我以前讲的火力前程，兵力后退嘛，那就慢慢把吕宋能不能变一个支撑点？那支撑点目前看来只能放弹药库跟飞弹，是。但是各位不要忘记，这个支撑点对于遏制中共犯台力量还是很薄弱了，因为你也毕竟只是一个点啊。那这个火力据点，中国大陆的精准的火箭弹很容易把你摧毁。那日本要不要付出代价你被摧？所以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共的战略部署还显不出有足够的威慑力量。所以台湾也不要迷信说，哎呀，菲律宾有美国的进驻火力的，台湾就安全。因为这个话，你只要看美国的政客放出来的话，他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台湾有足够的自我防卫力量。我跟各位讲过，几十年前我在美国就听他讲，他给我打的比方更强啊。救护车不救死人，你听懂这意思了吧？你要能活下来。但问题现在回到我们在台湾，如果面对这么优势的进犯的兵力火力，我们能活得下来？所以这个前提不存在，美国就不会做损兵折将的事情。所以台湾一再鼓吹美国可以支持台湾能够在这个战争里面存活下来，那不抵是痴人说梦啊。你想，如果他真的是武力犯台，
美国的资源加上后续的资源，中国跟美国的火力都打在台湾老百姓头上，你是变成双重打击。那现在的问题，经济已经快要被美国掏空，再加上军售又把我们的经济这个也掏空，内部又不团结，又还指望美国的介入，我觉得是有点痴人说梦。是，来请教赖老师。美国总统川普跟普丁见了面，谈得很愉快。接着泽连斯基被叫到白宫来，欧洲7个矮人不请自来。那谈完了以后，川普的态度很简单，要签和平协议。是要签和平协议，那条件当然就是割地求和。泽连斯基不同意。泽连斯基不同意，看起来这个对基辅的再次的第2大的猛烈的攻击，我觉得美俄之间应该有默契。所以美国的回答很明白，就是不意外，那就是有默契了。那这个默契的意思也就是认可了，默认了。然后但是不开心，不开心是假，不意外是真。换言之，也就是你泽连斯基不肯妥协，欧洲你还要打。那美国的态度讲得很明白，就是不给钱，不给武器，不给弹药，不给人。要武器弹药可以出钱来买，钱谁出？欧洲人出。向谁买？向我美国买。他要赚一手，态度已经讲得这么明白。那要再打下去就继续打。所以对川普来说的话，跟普丁有这个默契了，就继续打吧。打到真的乌克兰不想打了，欧洲说我够了。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好好坐下来谈怎么签和平协议。所以我觉得后面的攻击会更加的猛烈。另外，有关于93阅兵，中国大陆所邀请的这些人我个人觉得应该要从上海合作组织的角度来看，是，也就是以中国为核心，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一个地缘政治的版图往外扩张的。你看往外扩张到哪里？蒙古国了，进来了。然后俄罗斯一直到白俄罗斯，已经到欧洲的非常西边了。然后再往南走一点，塞尔维亚，还有就是斯洛伐克已经往南走了，到南欧这边来了。接着你会发现进入中亚5国这个地方，中亚5国再往下走的时候到伊朗去了，是，这已经到中东了。接着就进入到亚塞拜然跟这个亚美尼亚，就是高加索区了，这整个都连成一片了。再往南亚走的时候，巴基斯坦、孟加拉他们就进来了。再往南走，你看东盟的国家都几乎都大国都进来了，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还有就是缅甸因为泰国现在政局不稳定泰国的总理是代总理，而这个原来的塔信的女儿，她现在正在要求宪法法庭让她恢复职位。但是你看柬埔寨、老挝也都进来了，所以到东边朝鲜半岛的这个朝鲜，就是北韩，也都全部都加进来。我觉得这形成了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外环区，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一个外环地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性的一个发展。其实为什么欧洲国家、美国会提心吊胆，就是中国的军事实力、政治、经济、科技实力已经展现它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权力中心，它已经形成了，它的形状已经非常的明确。我觉得这叫做一个新的地缘政治中心的形成已经出现了。好，那我们回来就要来聊一聊。那美国呢？美国呢？现在其实他们内部自己有一些问题跟一些争议，等等回来聊。Okay. 好，欢迎回来哈。我们刚刚讲到美国美军呢，我们刚刚看到是 F-16，说在军演的时候，有点状况嘛，对不对？不是在演这个航展之前，然后在做彩排的时候有点状况。现在这边呢，在美国这里是 F-35有点状况了。F-35呢，它当时是在阿拉斯加的基地起飞之后呢，突然之间发现
有问题。据说啦，那个时候飞行员在空中有跟工程师通话将近50分钟，但后来呢还是没有办法，所以他自己先被迫弹射逃生，然后就看到了飞机是螺旋式的下坠，在跑道上炸成火球。目前呢，美国空军的调查讲法是，这一切呢可能是跟里面的液压管线结冰有关，就是机械方面的问题啦。他们现在还在进一步的了解当中。但是对于美国来说，今年不但是多事之秋，有的时候呢一些纷纷扰扰其实好像是自己想的啊，譬如他们现在取消了小额包裹的关税豁免，所以呢，美国媒体开始讲了，低收入的这些消费者将会成为大输家。好，毕竟呢，目前包括了欧洲哈，包括了亚洲，现在有很多本来是小额包裹主要的这个供应方。大家也都在讲嘛，那如果这样的话，那生意可能也很难做了。经济方面的困境之后可能会出现，因为关税还没有完全谈完，但是联准会这一仗，川普不想输。好，他目前呢是解雇了这一位联准会的理事，叫做库克。讲法是说呢，他自己有一些私人的问题。那后来呢，这个解雇被认为是违法解雇，他一状呢就告川普啊，甚至呢连鲍尔也把他列为被告，就说你怎么可以直接用这样子的理由来免除我的职务呢？那针对此，白宫方面回应，他们要据理力争，因为川普的讲法是，你去贷款的时候，你的那些收据啊，你那些资料有作假的嫌疑，所以才会因此把你开除。那后续怎么样，要看他们司法战了。而另一个呢，则是川普不喜欢的，会不会都被开除？这个是美国的 CDC， 也就是他们的疾病管制局的这个主任呢，说也被免职了。理由是什么？李威特直接讲，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让美国再次健康，不符合川普交付你的任务，所以就直接把你给免职了。川普有的时候蛮有趣的，有一些事情你会觉得说很硬啊，比如人事这种，有一些事情你会看不太出来，你不是要很硬吗？怎么很软啊？这是哪里？301条款，美国再一次的延长对华301条款关税部分豁免，本来应该是在这个星期就是31号就要到期，结果呢，现在又再延了，延到11月29号才届满。那你会问301针对什么？其实就是在技术转移、知识产权跟创新方面的行为。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个关税部分免除的话，其实你们自己内部厂商也会有很多问题啦。就像是你不发给那些学生签证，你自己内部的学校也会有很多问题啦。所以呢，川普在讲了，我们也需要中国留学生之后呢，现在传出中国留学生给他的签证最长4年。好。但是如果是传媒，也就是传播媒体，包括了记者，包括特派等等的话，现在只给他有效期限是90天。那这个算是他们一个有差别的举措，因为先前记者在申请记者签证的时候，大概呢都可以有好几年。那当然跟你每一个单位会不太一样，但现在已经把它完全限缩到90天了。另一个部分呢，则是我们刚刚讲的301，它可能会牵涉到一些科技的产品或者是创新等等。好，这个 Blackwell 到底有没有办法卖到大陆去？然后黄仁勋的讲法就是，我愿意给川普抽成。他这句话简单明了，就是让你抽好不好？有钱大家赚，不好吗？好，可是呢，即便你卖到对岸去，对岸真的会买吗？因为现在呢，大陆 AI 晶片的总量说明年会增加到3倍，那会加快降低依赖辉达这样子的一个进度。好，可是与此同时，你也看到了，如果他真的要把这个科技的局做大，他肯定还需要日本或者是韩国等等的协助。但现在传出，日本代表临时取消赴美5500亿美元的投资案可能因此生变。这讲的呢，其实是在关税战那个时候谈的时候呢，他们有讲一个5500亿美元的投资案。据说啦，日本政府在最后关头因为行政层级的原因，临时取消行程，然后协议的进度再度的延后。那因为呢，说有一些事项，还需要再讨论一下。但到底是什么？美日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轮谈完之后，川普会不会更生气？好，回过头我们想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这个是美军 F-35的战机突然螺旋式的失控下坠，在跑道上炸出火球。这种个别意外都没什么好谈的啦。这个因素很多啊。对。不过我觉得这个小包裹啊，它受害的不是只有低收入的消费者啦，还包括美国的小店家啦，做生意的那一种，其实做生意杂货店的那一种，做生意的非常多。
那都是用小包裹进货嘛，所以这个我看了一个统计啦，说美国大概会因为这样要多开销，大概要80到100亿美元。那这个对很多人来讲就不知道怎么办啊。那另外那个，我觉得中美的下一轮谈判延到10月底啊，对，这个非常令人意外。我觉得这个一方面凸显出中国立场很硬啊，就不轻易让步，那也凸显出美国就是一定要谈出结果，就美国也不会说就跟你翻脸，你知道吧？不然照理讲，美国可以翻脸啊，再回到原来加税啊，那美国不愿意啊。可是你这个会让整个局产生变化，比如说川普访中国大陆的时间可能就会延到11月底，甚至更晚，那习近平回访可能就明年哦，这整个局就乱了啊。那这个时间拖越长，其实会让赖清德更痛苦，因为都未定嘛。那美国不想坏了这个氛围，所以就会叫台湾不要乱来，那赖清德就很难做事了啊。可是你从这里就看出啊，这两个大国都逐渐在摸底了。然后越摸越准确啊，比如说举例啊，比如说主持人刚刚就会讲到黄仁勋 Blackwell 降阶30%，中国就会买吗？这个问题以前不会有人这样问，可是现在就会问了。是，就中国大陆就会想说，我华为就要从10万片变成30万片的产能，我一定要买吗？那华为也会跟政府报告啊。说我明年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一定是这样嘛，所以而且我认为美国内部也会有同样的声音，说我们真的要让黄仁勋卖吗？这个就有点拉扯了啦，就中国大陆要的就是技术等级你要不断给我加高，是，不然免谈啊。那第二个就是稀土，大概除了磁铁之外，其他大概都不会卖。那除非你美国拿一个中国大陆非要不可的东西，那我想来想去，只有极紫外光刻机啊，不然有什么东西是中国一定要的？对不对？必需品。对啊，就是我为什么要给你军工产业卖给你稀土？也要我线下马上用得到的。而且他做不出来的嘛，目前还不行的。那比如说他要 HBM，那他那个非常清楚嘛。他知道是海力士跟三星的产品嘛，那美国不让售嘛，所以韩国现在也在给你小抗议了。现在三星在德州厂，他也在那边叫啊，说我怎么没有像台积电这样有人来包销啊？台积电第1年的芯片就有人包销，就苹果嘛，可是台积电那是逻辑晶片嘛，是，那三星这个是记忆晶片，那三星现在就在叫。说我美国做出来我卖不掉啊，因为比较贵啊，所以我要不要继续制造？他的工厂现在停了，所以我跟你讲啊，这里面变数都很多啊。就是谈判它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谈？所以想请教一下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首先我谈一下 F-35哈，因为我记得我在节目中有谈过啊，美国的前任的空军部长啊，还有空军司令，他有说这个 F-35是那一坨屎啊，就是。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情况是，其实在今年3月的时候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确实也迫降，迫降在高知县，修了几天呢？47天。然后在今年的6月的时候啊，英国的威尔斯亲王号也有一架 F-35迫降在印度，修了几天？37天。然后现在英国的第2架的也是威尔斯亲王号的第2架 F-35在日本也迫降，在鹿儿岛。现在修好了没有？没有，因为它是8月10号迫降，现在已经29号了，19天了，还没有修好。那什么时候会修好不知道，遥遥无期。航母走了以后，可能这架飞机也还没修好，修不好。如果一旦过了1个月还是修不好的时候，最后就是装上飞机把它运回去。这代表什么？代表这款战机真的是不好。第2个，故障率太高了。第3个就是维修太难了。因为一般来讲，这种战机你看维修都这么的久，这个不适合作战。所以美国他们有统计，
就 F-35的能够，例如说我这个基地我有100架 F-35，但我能够出动率就50%不到，那也就是说我有50架的飞机都飞不起来，只有50架飞机能够执行任务，可是明明编制是100架，但是50架却都在维修。那这个情况，这个对美国来讲，他们的飞机的出勤率是必须要达到八成的，所以他们对这款战机很头痛。可是你又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战机，你没有新的飞机可以买，所以你还是只能一直继续买那一坨啊。不好意思讲啊。好，那黄仁勋的晶片，我觉得碰到问题了。中国大陆连续啊，不管是官方的或者是官媒，都已经谈到了不安全啊。不现代不环保，大陆要走环保，这个意志很坚定，所以等于是你的晶片一定要环保，这是第一个。那你黄仁勋，你的不管你是 Blackwell 或者是什么，你能不能达到环保的要求，他会跟你在这个上面，他会跟你计较。那也就是说，你的排碳，你例如说，假设你在台湾代工，那台湾本身的排碳有没有达到他们的要的程度？如果没有，那他们就对不起，那这个不行。那要不就是要课税。那因为他们要有碳税，也要开始你要买碳税。我觉得第二个就是不安全。你告诉我，你们的法律规定你一定要有后门，那你跟我说没有后门，但是法律规定有，那你怎么解释？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对黄仁勋来说的话，他一定要解决，要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已经是正式的告诉你说，你们的规定是要有后门，你说你没有，但是你要官方背书。说没有，所以你是违反你们的美国的法律，那不然的话，那就不能买。我们看到 H20为什么后来卖不动了？因为大陆他们开始约谈，像腾讯等这一些大的买家。那这个大的买家当然很明白的，就是说这种不先进、不环保、不安全的东西不能买，那是 H20。可是 Blackwell 你的安全问题没解决，环保的问题没解决，你的先进的问题解决了，因为不是特供版的那你先进问题解决，可是你2个问题没解决，你还是不行啊。所以黄仁勋这2个部分还是要先解决。是，请教薛将军。首先我要补充说这2件飞机失事的原因是，我觉得美国官方的说明不能解释这个现象。他说是起落架结冰。对啊。但是起落架结冰，照理讲你 F-35是可以垂直起降的。你起落架有没有都无所谓嘛。第二个，螺旋式坠毁。螺旋就会这样，没有推力，没有推力的话，你的发动机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官方的解释对稍有点国防常识人说不通。他而且讲了50分钟在天上，就是飞机故障，对，一直排除不了。你想像我们中华民国很多飞行员很爱惜飞机，想尽办法都要把它落地，不肯提前跳伞。显然这个飞行员没有这个念头，就商量了半天不行，自己弹跳走了。第二个，那个波兰那个 F-15是什么状况？因为我当过伞兵，我知道天上的气流跟地上的气流不一定一样。一般的飞机300英尺就是100公尺以下就算低空。你看飞机最危险就是起飞跟降落嘛。是。那降落比起飞危险。那可是这架飞机是做俯冲表演。它跟降落有什么不同？因为降落已经在很远的地方，慢慢降低高度，飞机的油门减小，速度维持在223海里的这个推力这个速度在前进，平安着地。这个表演俯冲是大角度而且高速度往下冲。你想想看300英尺就有100公尺高。他俯冲要表演人家看的话，一定是在屋顶上面的高空，从你掠过才能显示出特技嘛。他很不幸，就在下来的时候碰到下降气层，拉不起来。下降气层就是天上的空气帮你往下一按，你本来已经只有30公尺高度的高度，这一压就碰到了，所以这个现象，一个前面是因为天气问题，后面这个。你飞行员也没尽到责任。真的。
的。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退役中将邵化民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玉清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莱尔校长呢，现在有人说，赖清德好像不太喜欢听到这4个字，但是最新版又来了，带您一睹为快。喂，到底是会不会开车啊？为后好，那个莱尔校长教务处打来收，赢对投票对抗赛，最终结果是32-0。呱呱和青鸟班现在集体崩溃中，请莱尔校长指示，现在学校气氛有一点乌烟瘴气，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是学校第一次办这么大型的公民夏令营课，面对任何结果，身为校长的我有很多要检讨的地方啦。对，我要在这边宣布4项调整：1. 经济优先；2. 民生优先；3. 弱势优先；4. 青年优先。但是在开始这4项调整之前，有一件事我必须先做到。我要先把说谎跟呼吸一样自然的坏习惯改掉。开过没？好，按下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不敢想象了。但你要知道，现在赖清德所做出来的最新针对他的民调呢，发现不满意度是已经破60%了。小丽媛老师就直接示警说，接下来民进党会变得极为艰难，甚或啦，现在在政党好感度的部分，国民党呢，我们还是希望不要太开心，因为国民党现在第1名，你知道吗？36.3%，第2名民众党甚至还赢过民进党33.1%，在党团总召的部分，比较有趣的是，黄国昌35.9%的好感度，傅崐萁24.4%。至于柯建铭总召呢，可能是因为先前大罢免的关系，有了一些业力反扑，现在14.3%是最后1名。所以我们也想问，因为这样就要把它给换掉它真的就没事了吗？来，现在呢，在党内已经有了连署书，签的人有多少？有一说啦是10几个人，但也有一说是已经过半。目前内容大家都不知道，但据名有签的是他王世坚，说这是给他最后的温柔啦，劝他放下现在的位置。但是他也有说，我不叫你卖做点位哦，我只是说他放下现在总召的位置而已。至于这一位嫡系的大阿哥林俊宪则是讲，他说啦，他觉得2个时间点，一个是这个会期，一个是到1月底，他认为柯建铭会做出智慧的选择，但是这个手法让很多人会说，合适吗？好，大罢免刚结束，内部出现一个小罢免，去网红就直接讲了，你这么抽残不怕会有大场面出来？毕竟他也在立法院里面干党团总召这么久了呢，他不知道一些内幕、一些事实吗？甚或啦，我们刚刚讲的民调不是只有总召最后1名呢，还有谁？党的这个满意度、好感度也是最后1名啊。所以大家想问的是，你抓柯建铭杀头，那府院党好像都没有人真的有改呢，这样子民众会有感受吗？而现在呢，在对于这个整个内阁的改组部分，很多人在问的是，到底能不能改一个比较会谈判关税的？因为现在还在当头嘛。可是呢，当有媒体人出来爆料说，其实郑丽君都没有见到美国人的时候，今天有公布照片了。这一张照片呢，就是他跟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的合照。好，但是呢，大家也有人在讲，这张照片如果真的都公布出来，还说取得美方这边的同意的话，那为什么不一次公布？譬如说啦，就是日本、韩国、越南，大家都有这种开会照，因为人家问的是开会照嘛，网友就说你给一张2人合照，这个还是没有开会的证据。为什么不一次让人民安心呢？好，毕竟现在跟美国人做生意，其实有些人会很害怕。我们跟他买军火，给了钱，货没来。专案报告最新资料，今年6月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总计延宕的军售规模已经达到了215.4亿美元，相当于新台币6572
亿元。那这样子的一个内容跟数字，大家也想问，我们这边能不能做些什么事，在未来谈判当中，能不能也变成一个筹码？来，回过头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这个呢是莱尔校长最新版又出来了。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指向民进党最大需要反省就是赖清德本人啊。事实上，那个《镜周刊》最新一期的社论就直接写赖清德应该要面对自己嘛，对不对？大概很多人都说那篇应该是姚人多写的啦，那你就这样可以看到嘛，不管是哪个角度，都看到赖清德就是一个不愿意负责任、没有担当，然后到现在还要把好像大罢免的罪责都要赖到柯建铭头上。所以为什么你去想一想啊？我在民进党那么久，我从来没有看过说要叫一个人下台啊。我听说有事先去劝啊，被拒绝，然后后来才决定用硬罢免的方式啊，而且都在主席室开了派系会议，结果交出去50个罢免的联署单，回传了不到20个啦。我还听到说只有12张哦，你就知道大家的氛围是什么嘛。那网络上就流传一页啊，说柯建铭搞大罢免，结果到最后被罢免的居然只有他一个，你不觉得这个有点黑色幽默吗？那这个整个局是柯建铭一个人搞的，我看这个没有人相信啦，因为曹兴诚、沈伯洋、卓荣泰哪里是柯建铭主持的动，对不对？然后你也听到卓冠廷、洪建义这一些议员都爆过料，说赖清德有做主持嘛，那也听过罢团的这种种种的声音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民进党自己的问题啦，就是你自己当家的人不愿意负责任，那现在党内一团乱，那终究就是为什么民进党会有这样的氛围啊？大家为什么不敢指向赖清德？比如说当年阿扁上次贪腐案，党内也有很多人啊，10几个人，后来被贴标签说11扣嘛。那个时候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就只有一个主张，就是不能够让陈水扁一个人领导，要集体领导。为什么民进党连这种声音都没有？这个要去问民进党自己嘛。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么独裁，这么没种，这么没胆量，不敢把真相讲出来？这个恐怕是民进党自己问题吧？陈亭妃民调明显领先林俊宪，然后赖清德现在可以表现得如此明显偏向林俊宪，然后就是不要陈亭妃，有这种党主席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民进党自己的问题啦。你纵容你的主席独裁嘛，然后他对于在野党也都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要能够有沟通的氛围就非常的困难了。那郑丽君那个事情也是一样嘛，我讲白了啦，吴子嘉会质疑说，你是不是只有视频沟通啊？这个好歹也是一种媒体监督嘛，只是他把话讲得更难听啊。那结果媒体监督证明有效啊，你出来辩护自己啊，说我们哪里没见面？奇怪，他现在为什么你可以出示照片啊？他说他经过跟美国有取得你不是说保同意啊，密协定，不，那就表示什么？我跟你讲，这个表示出什么样的内涵啊？表示美国尊重台湾的媒体监督。美国毕竟是个民主国家嘛，他就觉得你们的媒体有这种质疑，那合理啦，那就公布嘛。你事先为什么不跟美国沟通这个呢？你如果在第一时间公布，你是大得分不是吗？结果你自己得分，你不去掌握，那人家当然就会认为你就跪舔美国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嘛。是美国跟你要钱跟你要台积电
然后不准你公布照片，你竟然就答应了，然后回来被质疑多久了？我看质疑2、3个月了吧？怎么会有这种政府呢？那我讲白了，我觉得吴子嘉是帮我们大家背了黑锅啊，他被骂，可是我觉得吴子嘉觉得他是理所当然啊，愿意帮台湾承担啊。那徐巧芯到了总咨询去质疑嘛，所以行政院经贸办公室才因为徐巧芯的质疑，然后跟美国讲说在野党在发问了，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然后你就公布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看出你的处置失当了。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不就直接让大家问就好了？因为我们问可以让你去问啊，那为什么不上这个力量？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帅将军，所以就想请问一下哈，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在现在的这个氛围之下，很多人在问的是，到底接下来会不会血流成河，会有大场面吗？你是讲国会吧？立院里头，或者是在民进党里头，这东西我替老柯讲2句话。当年我们在陈水扁执政时候，我当立委也观察过他；到马英九执政时候也观察过他。他的能耐就是对议事规则很熟了。虽然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他也能够周游其间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他应该把这个衬衫脱下，背上是“精忠报国，自比岳飞”啊。我不是被秦桧害死的，是后面还有一个赵王，宋朝的赵构。结果今天局势不这样吗？他卖命卖了几十年，当然到最后实在是比较嚣张了。这个一个人霸占这个议事台讲上半天，他也是为你民进党卖命的。所以王世坚讲这个给他最后的温柔，我倒想起一个歌名叫做《掐死你的温柔》。所以这个不谈。第二个，我们现在真正关心是关税问题，这是台湾能不能过这个很生死之关呢？台湾老百姓最在乎的是经济嘛，经济就牵涉到失业嘛，失业就再碰了通膨嘛，所以这些问题是跟我们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你田美、桂美、八美，台积电都挖走了，怎么会换到关税20%还要加原来的 N？就起码24%、27%，我们跟韩国、跟日本的没有竞争的余地嘛，没有竞争的余地，你就是中小企业纷纷关厂嘛。那大的企业像台积电就连根拔走嘛。你那个晶片再一加税，台湾卖给其他国家的那个晶片就撑不起来嘛。那你是不是我们整个亡国不是亡在对岸呢？是亡在我们自己号称的好朋友啊，美国啊。第二个，我是军人，编了这么多预算，我关心你能买什么好东西啊？是，以前买的东西到迟迟不能交货，我们也知道美国国防部都在盘点它的库存了，能够给你的都是过期的、逾期的垃圾货给你啊。我们花这么多钱买这个干什么？我就去看那个弹簧刀那个飞弹，无人机，我就非常生气。那个是俄乌战场上刚开始的时候，它是有点效果，人家没看过。等到后来，全伊朗的也好，乌克兰的也好，俄罗斯也好，无人机都进步不知道多少阶了。你现在拿那个卖给我们，那你又面对是人家对岸的是无人机大国，你何以保持台湾的安全呢？花了这笔钱，我们又伤了自己，伤筋动骨的经济垮了。还要敲出一大笔军火费，要买一些没有抵抗能力的武器，再加上美国经常放话，你们要自我防卫，要站得起来。今天你这种团结的态势，我们的人民能够团结起来吗？这么多国防预算，为什么不拿点钱给志愿役加点薪呢？因为很多人听得说有战场加级3万块，所以去当兵或者考军校。现在一听说没有预算没编，我真不知道将来靠什么去打仗，就靠我们莱尔校长那张嘴，就可以鼓动全民忘生忘死的去跟对岸搏斗嘛。打仗都是靠人呢，不是买那些垃圾货来装点门面的。是，来请教一下赖老师。赖清德从上任到现在执政失利整个台湾陷入困境经济也停滞
人民的生活，也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美国对台湾的关税又一直在拉高啊，还有就是到目前为止没有确定的谈定，因为他跟日本要钱，跟韩国要钱，现在跟台湾到底要多少钱，我们不知道。林佳龙突然间跑去菲律宾，我们都高度怀疑啊，就是说拜登答应的钱，美国人川普不给，那现在是不是要台湾来付这笔钱？因为去年2024年啊，这个4月的时候，拜登说要跟日本要给菲律宾1000亿美元哦，1000亿美元，然后帮菲律宾打造一个叫做吕宋的经济带。那林佳龙突然间跑去，那是不是表达说，这个单是不是要台湾买？然后在关税方面做一些调整？我们不晓得。那这个部分要等林佳龙确实的回答，因为有一个美国商界的那个副执行长，他也去了担任团长，这就不合理了。所以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觉得很敏感。但是都不透明，都没有让我们老百姓知道，我们觉得很不理解。那经济陷入成这样，赖清德还执意要推动2次的大罢免，2次大罢免，2次大失败，大失败以后，责任就东怪西怪，怪青鸟，怪公民团体，怪谁？怪曹庆成，东怪西怪，那些人都要负责任。但是最主要要负责任的是谁？应该是赖清德这3个字。而现在一看，这个火越烧越旺。就要想办法把它转移焦点，转到这个柯建铭、柯总召这边来。柯建铭是执行者，他不是决策者。什么时候柯建铭是主持民进党的党中央他来拍板定案，说大罢免，我党主席我说了算。柯建铭不是党主席，他不是党主席，凭什么要他负完全的责任？柯建铭要负责任没有错啊，只是负一部分的责任吗？吴思瑶难道不用负吗？还有那个一堆这个都支持大罢免的人，难道都不用负责任吗？都要负啊！怎么全部把它转移到柯建铭这边来？这个代表什么？转移焦点，把火应该往赖清德这边烧的转到柯建铭来。我觉得把柯建铭欺负他，讲话讲不清楚，还好他文章写得好，而且用的文章都是写我们中国的文章就是中华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你看这些，不管徐国勇上来引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文章，这个柯建铭内心里面一肚子委屈也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文章写得多好啊，多美啊！好，最后讲一个，我还是要讲郑丽君到美国去。第一个，有什么见不得人？照片为什么不能公布？第二个，旗子呢？日本有旗子，韩国有旗子，越南有旗子，那我们的旗子跑去哪里了？帮个忙吧，这不是小偷不是去约会不是见不得人是公开嘛，就公开给大家看嘛，拜托吧。好，对于民众想要的那个公开的画面，又或者是两边开会坐着，然后呢在商讨开会这样子的一个场面，对于很多民众来说，他想要知道的就是能不能透明一点点。我们希望知道有很多的细节，但是呢，时至今日都已经要9月了，大家还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政府只告诉我们他们还在努力当中，希望能够调整，但是能调整到哪里去？这个是大家最在意的事，因为这牵扯的是你我他的荷包啊，每一个人的荷包都会受到影响的。先进广告。不开会。